UV 和 UV 绘制都属于材质篇里面比较中高阶的内容。咱们这套课属于零基础小白的入门基础教程，所以呢，我不想花大量的时间来讲 UV 这个东西。但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 UV 的一些要素和一些基本的操作你是应该知道的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搞清楚几个问题就好了。第一个就是 UV 是什么，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 UV， 用其他的方式不行吗？第三个就是 UV 绘制的一些基本的步骤是什么。本节课呢，我们会给这个小狐狸上材质，我们会用到很多 UV 绘制的技巧，还有一些我个人的方法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 UV？ 我们之前讲那个纹理坐标的时候其实讲过，就是纹理坐标里面我们常用的就3个参数，一个是生成，一个是物理，另外就是 UV。UV 其实就是一个 3D 模型的一个2D 展开图。然后你看 3D 是 XYZ 嘛，然后2D 的话它就用 U 和 V 来代表它水平轴和垂直轴。那我还是拿这张图来举例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它就是一个包在一个 3D 模型外面的一张皮而已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应该不是特别难理解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 UV 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那大多数人他可能会更关注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我为什么要用 UV？ 我用其他的这种投射方式不行吗？还真不行。比如说像这种场景里面每一个物体都是单独的，你可以单独上色，这种当然展不展 UV 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。还有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复杂，但是你仔细看它的每一个部件都是单独出来的，包括眼睛、眼镜、头发、口袋这些其实都可以单独上色，你不拆 UV 也没有关系。有同学可能会觉得我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很满足了。还有这个胖虎啊，你看它的鼻子啊，还有头发，这些都单独的元素可以单独上色，其实不拆 UV 没有关系。但是这2坨腮红，就这2坨腮红，你就得用 UV 的方式把它映射上去，把它画上去。那还有更不用说这种老虎了，这种纹理更加复杂，需要对应住的，还有这个女孩身上的这种花纹啊，还有纹身啊，你都需要把它拆成 UV 展开，然后再把它纹理对应上去或者画上去。我相信你看我举完这几个例子，你大概心里就有谱了，什么时候我要用到 UV， 什么时候我不需要。我们来做个互动吧，就是我来出几道题，如果你觉得它需要用 UV 的话，你就扣1；如果不需要用到 UV 的话，你就扣0。哎，这张需不需要？那这张呢？大家自己看一下。还有这张，大家看一下需不需要？其实这4张都不需要啊，因为它即使有花纹的话，它也是那种不规则的，不需要一一对应的花纹。但像这种就需要了，比如说脸上腮红啊，衣服上的花呀，还有这2个小男孩脸上的这个五官，它其实不是建模，它是用 UV 贴图贴上去的，就更不用说这种包装盒了，它更需要展 UV 然后去印刷，对吧？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展 UV， 怎样去做 UV 绘制呢？它的步骤是什么？你可以到这个 UV 编辑里面看每个模型它展开了 UV 是什么样子，或者说你自己拉一个也可以。我还是喜欢自己拉布局，我们把这边的这个窗口呢变成 UV 编辑器，然后就跟那边长得一样了嘛。你现在还看不到 UV 图，你需要 Tab 进入编辑状态，然后全选你才能看到它的这个。如果你没有全选，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点，你是看不到这张图的啊，必须 A 全选才能看到它展开的这个 UV 状态。好，把这个立方体挪到一边，然后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柱体，我们看看这个柱体长什么样子。其实你在 Blender 里面每新建一个物体哈，你注意看这边，它都会自动把这个自动生成 UV 勾选上，然后它每新建一个物体，它会自动给你默认生成一张 UV。你看它的 UV 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猴头 Tab 进入编辑状态，你看它猴头是长这个样子。刚才咱们已经看过了怎么去看一个模型的 UV 展开图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给这个猴头加一张 UV 贴图。我们 Ctrl+2 给它加一个细分为2的表面细分修改器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右键平滑着色，我们切换到这个视图着色的模式啊，就中间这个球。好，首先第一步你要给它加一个材质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是用生成也好，物体也好，还是 UV 也好，你首先都要有一个材质，对吧？ UV 也只是某种图像纹理的一种贴图方式嘛，所以首先第一点，我们先拉出来一个着色器编辑器窗口，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材质。N 把这个隐藏掉，好，点新建，给它新加一个材质。好，有了材质之后呢，我们要给它加贴图了。其实 UV 就是某种贴图的那种映射方式嘛，所以不管3+21，你要 Shift A 新建一个图像纹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个纹理呢拉给它这个基础色。好，因为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嘛，所以你是黑色的。你点击这个图像纹理 Ctrl+T， 它会给你自动加上这个纹理坐标和这个映射节点。其实你不要这样手动加也可以，把它删掉 X 删掉，你直接点这个原理化 BSDF， 然后 Ctrl+T， 它会自动把这3个节点给你装上。好，刚才咱们做的呢，其实只是纹理绘制的第一步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材质，然后这个材质呢是有一个图像纹理在上面的，但是它现在是黑黑的，所以你要进行第二步。第二步呢，就是给它外面先包一张底，就是包一张白纸也好，什么纸也好都可以。你在这边新建一个基本的图像纹理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猴头吧，然后你可以给它
起个尺寸吧，一般我会用2K，就是用2048的这个尺寸。当然，你的那个电脑水平比较好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上4K 这个材质啊。然后这个颜色呢，你可以给它一个基础色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类似于肤色的一个样子啊。然后弄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点确定了，那它就给它上了一张基本的一张贴图，就是你新建的这个贴图。但是你看这个 UV 这边没有怎么办呢？你要把它载入，你可以点击这个图像图标，把这个后头给载入进去，然后滑动滚轮，你看，好，你可以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看一下你这个 UV 在这张图上的样子啊。好，材质也有了，贴图基本贴图也有了，那我们要进入第3步了。第3步就是画嘛。那怎么去画呢？你要进入一个绘画模式。绘画模式从哪里进入呢？你可以到这边，点击这边的一个下拉菜单，这边有一个纹理绘制模式，你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画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就3步。接下来你就是要了解怎么去画了。我们看看这边有一个画笔哈，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在这边画啊 ，Ctrl+Z 撤销，按 N 可以调出来一个工具栏。点击这个工具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一排的工具了，或者你直接点击这边也可以哈。点击这个小扳手，这边就是你激活的任何工具都会显示在这边。你先不要被这些工具给吓到哈，其实你就用你能看得懂的部分就行了。比如说你改个颜色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调色板，点击一个新键，再点击这个加号，可以把这个颜色保存下来。选好颜色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模型上面画画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按下 X， 你可以切换这2个颜色哈。比如现在是个黑色，你可以在这边画一个眼睛。然后鼠标滚一下，你可以到这边来看到这个，这个 X 勾选上，它就是可以是一个对称画画，就是你画一边，它会沿着 X 轴对称，另外一边会自动画上去啊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画一下眼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画笔比较小的话，你可以按下 F， 然后这个时候移动鼠标，你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你这个画笔的半径。好，我们给它换一种颜色，我们给它换一种绿色吧，给它画一个绿色的眼影。大家感受一下哈，其实这个手控制不是特别好控制的哈，就是你给它画一下嘴巴啊，画一下鼻子。好，这边你想擦除的话，你就直接用这个原色再去画一遍就好了。你可以用吸管工具吸一下这个颜色，你不要吸这个模型上，吸这个板上的颜色，这个时候它的颜色才会跟你这个底板的颜色是一样的。在 Blender 这个绘画里面，它的画笔的选项并不是特别多哈，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的绘制软件，但是它也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选项给你，比如说我默认现在是间隔，你可以选择点，其实就类似于你画慢的话，就是类似于点连成了线；你画快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些断起来的点。我把这个对称 X 给关掉哈，你画快一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些点就会出来，这些都是有参数可以调的哈，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没有必要细讲。你可以看一下下一个拖拽点，拖拽点其实就是你拖拽一个点，然后松下来，这个点就落在哪里。喷枪就是类似于喷枪了，就是你点一下，它会按照你这画笔的这个范围呢，就会慢慢扩大。你可以把画笔拉大点，然后不停的点，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喷枪的这个效果。锚定其实用的还是挺多的，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，就是你把鼠标放在这里，然后点上去，然后像这样一拖，你就可以拖大这个范围，或者缩小这个范围。那直线呢，其实就是画直线了，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讲的。曲线你用鼠标左键其实是画不出来的话，你需要按着 Ctrl， 然后用鼠标右键像这样拖，你才能拖出来一个曲线出来。大家可以自己画一下，感受一下。画完之后呢，你点一下回车，然后这个就画好了。这个是笔画的部分哈，其实更多用的应该是这个左边的这些工具，比如说这个水滴，它是一个模糊工具，它可以把你的这些就是画出来的这些线呢，把它柔化掉，但是这个会比较卡，你把它放大，然后在近处去擦，这个可能会好一点。第二个呢是涂抹工具，这个涂抹工具用的还挺多的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到一个颜色上，像这样涂抹，你可以把它颜色像这样拉起来，给它画一个小睫毛。好，那第4个呢是一个类似于克隆印章的一个作用，它是克隆你的游标所在的位置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先切换到正视图，现在我的游标是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在其他地方画，它就会画在就会克隆你这游标附近的这些样子。就是你看你的游标在什么地方，这个时候你复制呢，它就会复制你游标所在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比如说我 Shift 右键可以把这个游标放在这个嘴巴上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再复制，你看。它画的就是你这个嘴巴的这周围的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 Shift 右键把游标放在眼睛上，那这个时候去涂抹，那就是复制眼睛的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具了，就是这个油漆桶工具。它可以你点一下，它就直接把你现在所选的这个颜色全部倒在你这个模型上。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做渐变，就是只有油漆桶可以做渐变哈。比如说你用这个画笔去画这个渐变，其实画起来是不是特别明显的？当你要给整个模型添加渐变的时候呢，你要用这个油漆桶工具。你像这样，我们选择这个梯度渐变，像这样一拉，那它就把你这个渐变给赋予到你这个模型上面去了。你还可以改变你这个渐变这个颜色。
设置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像这样拉。你鼠标开始拉的地方呢，就是它这个界面起点的地方。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理解，也非常好用的哈。下面这个遮罩呢，我们就暂时不讲了，这个是后面你到高阶的部分你才会用到的功能。好，我们开始实战练习吧。我们给这个小狐狸上色。我们打开上次我们建模的那个文件，我们今天给小狐狸上色。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到附件里面去下载这个文件。为了更方便观察，你可以把这个场景灯光和这个场景世界的这前面那个勾给去掉，就等会儿你上材质的时候预览会更加清楚一点。好，我们拉出来一个窗口，然后这个窗口呢，把它变成 UV 编辑器。好，我们先来检查一下，就是你这个模型有没有 UV。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 ，A 全选，那它是有 UV 的哈。或者你到这个地方点击这个 UV 贴图呢，这个 UV 贴图不是空的呢，就代表你是有 UV 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模型呢，它是有修改器的，它有一个镜像和有一个细分修改器，你可以到这边应用，或者说你右键把这个模型转换为网格，它就会自动应用了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你看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UV 图，但这个 UV 图是有问题的，它被挤成了一块，所以我们要重新拆 UV。你可以按一下 U， 先 A 全选 U， 然后智能拆 UV， 然后点击确定，它会帮你拆成这样的 UV。理论上这种智能拆 UV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，但是它太碎了，你可以自己拆。我们可以按着 Alt， 然后双击这样一圈线，然后 U 这边标记缝合边，或者你在 U， 然后这个可以清除缝合边。好，我们还是 U 标记一下缝合边哈，然后 A 全选，然后 U 展开，这个是手动展开哈，你看它就把你切换成两个小狐狸头了。这个呢，就是自己去标记缝合边，然后它会按照你自己标记这个缝合边，把它这个模型拆分成 UV。好，你可以点击这边这个按钮，这个叫导，就是你有这个导了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这每一块内容，然后你可以移动这个 UV 的位置。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看到这部分会觉得有点慌张，因为完全的陌生的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移动这个 UV 的位置，对吧？没有关系，你先跟着我先看，先跟着我做就好了，等会儿你就理解了。好，我们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这个 UV 导就消失了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给咱们这个小狐狸上色了。那上色第一步，你得有一个材质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选择这个原理化 BSDF，Ctrl T， 它会自动给你增加这3个节点，一张图像贴图和2个定位的节点。好，它现在是黑的，代表它还没有贴图，所以你要新建一个纹理。我们把它尺寸呢改成2048一个 2K 的纹理，在这里呢，你还可以改它的颜色，把它颜色改成一个，我们用这个16进制的哈，你可以跟着我改，就用这个颜色就好 ，C66234，它是一个橙色，就是狐狸的橙色。改好之后，给它改个名字头，然后点一下确定就好了。你看确定之后呢，你这个橙色的贴图呢就完全包在了你这个狐狸头的头上。这个 UV 编辑器不会自动显示你这张图，所以你要在这边把它选中，这样才会出现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在全选状态下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UV 了。好，第一步是上材质，第二步是上贴图，第3步就开始画了。我们要把它切换到这个纹理绘制的模式，开始画画了。你可以 N 调出这个绘画的这个工具，或者你到这个工具栏里面也能看到这些工具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窗口稍微拉大一点啊，观察的清楚一点。我们给它添加个色板吧，先给添加一个基础的色板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颜色，就第一个颜色就是咱们这个默认的颜色 C66234，然后点击加号，这个色板就进来了。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比较深的一点的一个橙色，好，我们就用这个橙色吧，这个你自己调就好了啊。比较深的颜色哈，调完之后你点一下加号，然后就记录这个色板，这个等会儿会方便你操作。好，画渐变用什么工具？画渐变是要用油漆桶工具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用油漆桶才能画渐变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点击这个梯度渐变，点击这个标签，让它用这个深的颜色，然后点击这个白标签，然后用这个浅颜色，然后这个时候用油漆桶在这里从上到下一拉，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嘛。我们切换的正视图，再 Ctrl Z 哈撤销，这样一拉，拉一个你大概你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好了。好，你如果不满意的话 ，Ctrl Z 撤销就好了哈，或者你直接像这样重新拉，每拉一遍它会覆盖你之前的内容。我只要让它头部尖尖有一点这种深颜色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画耳朵，选一个白色哈。这里有个窍门，怎么让这个点回到中间呢？你按下这个退格键就好了。好，我们选一下这个白色哈，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去画了。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X 就是这个对称给勾选上，这样画，但这样还是手不稳嘛，对吧？好，我们 Ctrl Z 撤销哈，我们选另外一种方法。有同学跟他想到了哈，你可以用这种方法，就是材质呢，我们再给它新加一个材质。我们先 Tab 进入编辑模式。我们之前讲过怎么在一个物体上用多种材质，我们可以选中我们要换材质的面。好，我们 Shift 把这些没有选中，你可以这样 Ctrl 加小键盘的加号可以增加这些选面啊。然后你到这边添加一个材质，然后新建个材质，然后指定一下。
它就变成白色了嘛，它就变成你的这个新材质了。但是我一般不太喜欢用这种方法，我用另外一种方法。比如这种方法，你想要用这个柔化边缘把这个交接线稍微柔化一下，你都没法柔化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材质2给删除哈，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。好，我们还是选中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选中这2个耳朵中间的部分。好，3切换到面模式，你可以选择中间的这些，然后你按照 Ctrl， 然后那个小键盘的加号，你就可以增加加选，然后再按照 Shift 把旁边的这些漏选的部分给选中就好了。选中你要上色的部分之后呢，然后 Tab 进入纹理绘制模式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对不对？你记得点一下最左上角的这一个叫遮罩，你看点完之后你会发现，哎，好像我们刚才选中那些面呢就会被完全遮起来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随意画白色。为了让模型看起来更自然呢，我准备耳朵这边我就不用纯白色了，我用一个渐变色。我们选择油漆桶，然后我们到这个工具这边给它选择一个颜色渐变。这边呢，我给它一个从深红到白色的一个渐变，然后我像这样一拉，好，你就拉出来一个有点像深度一样的一个耳蜗出来。如果你觉得拉的不对的话，你可以再多拉几次啊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 Tab 退出，那这个狐狸头的这个着色呢，我们就做完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它的眼睛跟它的鼻子上一个材质吧。我们选中这个眼睛，然后给它一个简单的一个黑色材质。我们到这个材质这边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把这个基础色调成黑色就好了。鼻子的部分呢，我跟这个眼睛的材质关联一下 ，Ctrl+L 关联材质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一个材质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操度降低一点，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光泽。这个鼻子白色部分呢，你可以不管它，你给它新建一个普通的一个白色材质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尾巴上材质。尾巴目前还是一个弯曲的状态，它还是一个曲线建模的状态啊。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个任务呢，是我要把这个尾巴掰直。掰直的好处，等会儿上色方便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以后做绑定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一点。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把这个点呢往这边移。OK。选中的这旁，把这个叫什么衰减给关掉啊，然后选中的所有的点 SV0，它就会变成一点了哈，然后把它落下来，然后我们切换到7正视图也是一样的哈，我们把这些点选中 SX0，好，这是一个常用的拉平操作哈，拉平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正中间去。好，我们稍微来改一下这个尾巴的形状哈，我们选择后面3个点 GY， 把它往这边移，然后把这几个点往这边移。好，直到你对这个尾巴的形状满意之后呢，你可以停下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尾巴呢变成一个网格，因为它现在呢还是一个曲线建模的状态，你等会儿在纹理绘制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。然后我们可以右键直接转换为网格。转换为网格之后呢，你就能看到它的 UV 呢正好是一个正方形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不用管它，我们来单独给这个尾巴上色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个尾巴之后呢，刚才咱们不是新建了个材质吗 ？Ctrl+T 给它增加一个图像纹理。现在是黑色的，是因为它还没有纹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给它新建一个纹理。你不能用之前的哈，比如说我们用之前的这个猫猫头，那它这个纹理明显就不对嘛，这不是给它画的，肯定不行。所以你把它关掉，我们新建一个纹理哈。然后你给它改个名字叫 tail 尾巴吧，就 RK。颜色的话，其实你不用这个颜色也可以，你随便给任何一个颜色也可以哈。我们确定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 UV 编辑器里面还是之前老的那张图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换成咱们刚才建立这张新图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你看到它的 UV 就已经在上面了，它就是一个正方形。理论上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，就是你这个 UV 图呢可以正好占据这个正方形的最大面积，它正好是把这个整个盖住哈。好，我们 A 全选哈，选中这个所有的面 A 全选，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按钮，然后点击它 S 可以把这个正方形放小一点哈，一定要 A 全选所有的点，然后把它稍微放小一点，稍微放小一点就好了，不要让它压着这个边缘，因为压到边缘的话，以前出现过那种就是边缘就是颜色有那种接缝。好，贴图好了，然后材质也好，接下来就是画画了。画画就很简单了，我们直接进入纹理绘制模式，然后给它加一个渐变就好了。我们把这个颜色呢给它加一个这种橙色，然后我们再给它中间再加一道白。大家记住，做渐变要用这个油漆桶工具，你点这个加号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白色哈。我们把这个白色移到这一端，正好它就是一个狐狸尾巴的颜色嘛，从深到浅，再到尖边有一点点白。好，切换到顶视图，然后斜杠。然后切换到独显哈，像这样一拉，这样独显就是专门只看这个尾巴哈，拉反了，这样拉 ，OK， 直到你对这个颜色分布比较满意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交汇处有点硬哈，我可以把它变成缓动，然后我再重新拉一遍，现在应该差不多了。
你再按下斜杠，那它就退出这个独显模式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咱们的这尾巴，尾巴是不是很好上色？好，白色稍微有点多，好，重新再拉一遍，哎，这样差不多。好，尾巴上好之后呢，就上身体，身体其实也非常好上哈，我们直接选中这个身体。好，进入物体模式哈。第一步呢，就是我们要新建一个材质，对不对？然后 Ctrl+T 增加一个图像纹理。然后第二步呢，就要给它新建一个空白的图像了，来命一个名 body， 然后新建就好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不管它 UV， 直接像这样拉一下，看看它怎么样啊？我们进入纹理模式，用这个渐变像这样一拉，你看到没有？无论你怎么拉，它都有这种白纹，就是因为它 UV 不规整。我们可以到这个 body 这个图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刚才我们拉的那个图像呢，就是按照它的 UV 来的。上完色之后，它是非常不规整的哈。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来，其实 UV 你没有好好拆好的话，你上色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，会出现很多问题。我们先回到这个物体模式哈，我们给这个物体模式转成网格。它现在目前还是有一个镜像和细分修改器的哈，你可以右键把它转换成网格，它会自动应用这些修改器。好，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网格的状态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 Tab 进入到纹理绘制模式，你像这样直接拉，它还是不行，它的 UV 没有粘好，所以你看它还是挤成一块的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 U， 然后智能 UV 投射，那它就会把这个身体呢按照这种智能的方式把它加好。这种智能假 UV 不会特别完美，但是它基本上是够用的。这个时候你 Tab 进入纹理模式，然后这个时候用这个一拉，它这个颜色就正常了嘛。我们要让它那个脚部是深色的，然后脖子是白的，然后中间是一般浅的这种橙色。我改一下这个，我把这个白色给删掉，然后我只用这个深到浅，脖子那块等会儿咱们单独画啊。有同学可能发现了这个图这边怎么这么奇怪，就这边有一大块白色，就是刚才咱们UV 没展开时候画的啊，就这一大块白色。其实不影响，因为你刚才只是画这个 UV 的部分嘛，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模型。你觉得实在恶心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擦掉，你也可以不管它。我把它擦掉吧，我用这个吸管工具试一下。选一个白色。好像这样不行，好像这个样是直接只是把你这个模型的颜色改变了啊。我把它变成这个图像编辑器哈，就这段你可以不用管我哈，我只觉得它碍眼，我把它变成图像编辑器，然后用这个图像绘制，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擦掉。你可以把它用一根大笔，用白色把它给划掉。好，你就得到一个完全洁白如新的一个 UV 图了。这段我其实可以掐掉哈，但是我怕大家看的不连贯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，我把它全部擦成这种橙色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 UV 编辑器。好，我们来重新给这个身体上色。我们 F 把这个笔拉小一点，点击这个油漆桶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它拉出来一个渐变，让它那个脚部稍微深一点，然后身体稍微浅一点。好，这个脖子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用笔去画了。我们可以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斜杠进入独显模式。你可以选择这上面这几个面，然后你 Ctrl 小键盘的加号可以扩大这个选区，我们选到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时候 Tab 纹理绘制模式。把这个遮罩打开，你可以给它直接画一个白色吧，不要用渐变了，直接用白色给它直接油漆桶工具白色把它填充好就好了。我们回到这个画笔工具，把这个遮罩模式给关掉。你可以 F 把这个笔稍微画小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给它画毛毛。你可以把这个 X 轴的对称给打开，这样你可以事半功倍。不给它改颜色啊，改成一个白色，这个白色不对，纯白色。然后大概就像这样试着画就行了。画完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画的，就是手残党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小手指就是这个叫什么涂抹工具，好，你就可以开始给它画这种毛领就出来了。现在这个 X 轴对称有点那个碍事儿哈，你可以把它关掉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它画了。这个现在这个有点粗哈，其实因为这个力度比较大，你把这个力度改小。好，我们 Ctrl+Z 撤销一下，我们重新用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力度去画。这样是不是感觉顺手很多，对吧？这个毛领你看多么有质感，感觉自己是艺术家。好，到此为止呢，咱们这个小狐狸的那个材质就上完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步，那就是保存。不光是这个文件要保存，而是你的贴图。大家注意看，你的贴图的这个图像上面有个星号，就证明你这个图像没有保存。点击它，然后你要这边保存，就一定要保存，否则的话你这些图都是白画了，你下次打开什么都没有。还有这个头，你看这个也是有信号的，保存一下。还有这个尾巴也是的哈，尾巴它有这张，它也是一个信号，说明它没有保存。一般的话，你如果没有保存的话，那个 Blender 会提醒你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保存哈，否则的话，你下次打开之后，你刚才画的这些，好不容易画的这些纹理全都不见了。好，这堂课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Cut tips.